已经被完全驯化的小野猪可以不再受到围栏的束缚，圈养的原鸡也已可以自由的觅食金黄的野生蜂蜜，全新区域的求生之旅已经有了好的开始。新一天的来临，昆泰正在整理一处长满杂草的空地，小野猪的眼神清澈动人，他已有了新的圈舍，然而还被遗留在老地方的原鸡却还在焦急的等待。新的鸡舍自己也要赶紧的进行搭建了，毕竟除了被开垦的菜园无法搬运，其余的一切都要在自己的身边才能更加的方便于照看。选定好搭建的位置，掏挖出固定支柱的深坑，通体的毛竹材质会让新鸡舍的搭建快上许多。当然，整体依然还是会采用悬空的设计，在方便于清理鸡粪的同时，也可以避免一部分猎食者的袭击。切割出比对好长短了的毛竹，分解而出的竹片再分别的去掉每一处的竹节，精巧的十字编织，5张竹片所制作出来的围挡既可以作为新鸡舍的地板，又可以成为阻挡四周的围墙。等到全部的捆扎固定，一处全新的鸡舍就已大致的成型。最后再配合上倾斜的棚顶，用棕榈树叶作为遮阳避雨的铺垫，专门预留而出的2层空间也将会为以后的产蛋和孵化提供方便。新家已经建成，昆泰也该将2个小家伙搬迁至此了。2个多小时的步行，2只原鸡已被运送到了新的鸡舍旁，并且貌似昆泰的衣服里好像还包裹着某种东西。原来就在自己开发新区域的时间里，雌性的原鸡已经开始产蛋了。7颗鸡蛋的收获着实是让昆泰没有想到。解下捆绑住双脚的竹签，自己还需要赶紧的制作出一个可供孵化的鸡窝。不过刚到新环境的小家伙还是会显得有些恐惧。鸡窝的编织已经完成，椭圆的形状刚好适合一只母鸡蹲坐其中，填充上柔软暖和的枯草，将7颗鸡蛋全部的放入其中，接着再用竹签将其固定于笼内的一边，保持雌性的原鸡可以一直观察到鸡蛋的存在，如此不但会具有引蛋的效果，并且还能逐渐的牵引出它的母性，那样它才会将鸡蛋孵化。当然那些都是以后的打算，目前最为主要的还是要给原鸡打造出一个方便于进食的食槽。昆泰依然是采用了带有2节的竹筒，稍大一点空间的切碎木薯当做食槽，较小的则可以直接的添加上水源。看着2个小家伙欢快的进食，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已经让他们快速的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然而貌似永远都吃不饱的小野猪此时也是趴在了围栏上。昆泰心领神会，将剩余下的木薯全部的切碎到食槽之中，本想趁机要尝试性的抚摸一下小家伙，但是彼此之间的感情貌似还是没有到可以手牵手的地步。小野猪对自己依然还存有戒备之心，又是一整天的忙碌，不过好在一切都已全部的安排妥了。随着铃鸟声的再次响起，昆泰已迎来了全新的一天。已被完全驯化的小野猪走出了猪圈，虽然自己的新基地没有任何的围挡，但是他已习惯了饭来张口的生活，所以他并不会想着逃走。当然2只原鸡也是同样，编织上一个大的背篓，它的制作足足花费了昆泰一整天的时间，复杂的编织工艺以及大小完全可以称得上求生中的顶级，而它的成型也将会让自己食物的获取提供到足够多的便利。背上竹篓，昆泰要开启周边资源的探索了。藤蔓上结出的鲜红的野果，它们是非常好的嗜嘴小零食，鲜甜的口感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维生素。然而就在昆泰还想继续的赶路时，旁边繁茂的灌木丛中却是有嗡嗡嗡的声响发出，赶紧的俯身查看，原来这是一处建造于石缝中的蜜蜂巢穴，它被隐藏得非常好。如果不是洞外这几只用于预警的蜜蜂围绕在半空，可能所有的掠食者都很难发现蜂巢的存在。抠下洞口的石块，昆泰要一探究竟来确定蜂巢的大小。狭小细长的孔道，想要获取到蜂巢并不容易。昆泰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内部的情况，好在有一块洞口的大石头是可以活动的，将其取出，如此也就有了足够的空间来让自己深入。连续的采摘，所有的蜜蜂都乱作了一团。看看这一整块一整块的金黄色的蜂蜜，如此的数量，不但可以让自己吃个大饱，并且也还可以有足够的食物储存。完全的野生环境，这样的蜂蜜品质可不是一般的蜂蜜可以比拟的。全部的装入背篓之中，再次的用石块围挡好洞穴，勤劳的蜜蜂会再次的在这里重新的筑巢。然而问题却出现了，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昆泰为什么不会被蜂群袭击呢？回程的途中，昆泰又顺手的带回了一些枯死的树干，这种粗细的程度足够自己烧上个2-3天了。全部的劈砍成段，便利于燃烧的同时也便利储存。升上火堆，一块废弃的木板刚好可以成为自己的餐桌，劈砍上一根竹片。对于蜂巢的烹饪，昆泰一直都有自己独到的方式，先用芭蕉叶紧实的包裹，接着再将其夹在竹签之上，直接的放于炭火旁。高温的烘烤会让整个蜂巢在20分钟内完全的成熟。如此的方式不但可以让蜂蜜更加的鲜甜焦香，就连还是幼卵的蜜蜂也会一并的蒸煮成熟。当然等待烤制的时间昆泰也没有浪费，编织上一片烘烤架，将多余的蜂巢放在其上，并架于火堆的上方，可以保证其不会变质。这是热带雨林中唯一储存食物的方式。烤制的蜂巢已经可以开吃了，昆泰也是迫不及待的大快朵颐起来。夹杂着蜂蜜和幼卵的蜂巢很是美味，虽然看起来多少有点沙琪玛的感觉，但是口感却是有着天壤之别。小野猪也过来凑热闹了，他正躲在栅栏的后方静静地看着昆泰进食，也许他也想品尝上2口吧。捕获肥嘟嘟的小竹鼠，超过2米的辣条也是难逃厄运。然而就在自己积极狩猎之时，
自己的饭盆却是被小野猪当成了食槽。新一天的来临，昆泰已穿行于丛林之间，他正在前往上一处农庄的路上。自己的铁锅需要带回耕种的菜园，也需要不定时的照顾。一株新生而出的灌木，靠近根部的血红色枝干可以简单的冲击和补充水分。虽然这样的植物在小编看来已算奇特，然而万万没想到，更为惊奇的画面却是又紧跟其后。一根枯死的树干，它并不是自然的死亡，枝干上相隔不远的洞眼说明了一切。不过这却是给昆泰提供了绝佳的食物来源，直接的将树干劈开，已被完全吃空了的树心中躲藏着很多幼虫。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绝佳蛋白质，昆泰也是未能忍住诱惑，现场就品尝了起来。这些小家伙会在退化出翅膀后从妈妈留下的孔洞中飞走，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用树叶全部的搜集起来，等到赶回老的农庄后再进行精致的烹饪。另外的一根树干中也还有很多，一并的带走，今天的食物问题就可迎刃而解。2个多小时的步行，昆泰已回到了老的农庄，搭建的居所依然还很坚固，屋顶也还没有出现漏雨的情况。清洗干净铁锅，捕获的幼虫暂时先放入锅中，携带回来的树枝再继续的劈砍，等到全部抓完，升上火堆，来上点鲜甜的山泉水进行蒸煮，所有的优质蛋白都将会彻底的融化于汤中，最后再加上鲜嫩的树叶，15分钟的等待，一份饱含着营养的午餐就已完成。树叶被汤汁渗透，幼虫也已完全的成熟，最后再将汤底喝光，这样的一份美食将会给身体提供出充足的能量。菜园中的杂草又需要再次的清理，旱稻的秧苗长势良好，只有将杂草完全的拔掉，才能让土壤拥有更多的肥料供其生长。菜园的整理已经结束，带上铁锅，自己还要赶回自己新的居所。崎岖山路的不停穿行，然而就在昆泰路过一处竹林的斜坡时，随手抓住的2棵毛竹却是一下子就暴露了躲藏在此处的猎物。这2根毛竹的竹根全部都被啃食殆尽了，这只能说明一定是竹鼠所为，因为只有这种动物才会对竹根情有独钟。简单的刨挖，隐藏于石块之下的洞穴入口就已完全的显露。不过这个小家伙倒是挺聪明，将洞口建于石块的右侧，自己却是躲藏在了左边的洞窟之中。然而在狡猾的猎物始终都逃不过好的猎手，昆泰根据走向判断出了他隐藏的方位，并且被刨挖出的粪便也说明了自己已经离竹鼠不远了。果然，在敲下最后一片小石块后，躲藏着的竹鼠已被完全的发现，将小家伙从洞穴中掏出，圆嘟嘟胖乎乎的身体又足够自己美美的大吃一顿了。当然，这里依然要提醒大家，视频拍摄于国外，请不要模仿和学习。再次的回到农庄，生上火，烧掉毛，精细的切割，搭配上鲜嫩的棕榈树心和树叶，1个小时的炭火蒸煮，这满满一大锅的荤素搭配，又将会让自己度过一个十足美好的夜晚。随着新一天的来临，野花在露水的滋养下完全绽放，漂亮的蝴蝶也在享受着清凉。背上竹筐，昆泰要去采集一些用于喂食牲畜的食物，当然，纯野生的木薯依然是最好的第一手选择。它丰富的淀粉含量在促进小野猪长膘的同时，也能提供充足的营养，并且它的获取相对来说也要轻松上许多。满满的一背篓，这足够原鸡和小野猪吃上一阵子了。一点点的刮掉所有的外皮，它们会影响牲畜进食的口感。接着再将其全部的切碎，提前的将工作完成，会让自己空余出很多时间去进行资源的狩猎。切片的木薯已经上锅，这是将要喂食小野猪的食物，而剩余下的则是全部的切碎，将其晾晒干燥后再用于喂食已经开始产蛋的原鸡，并且为了能够让猪食的营养更加的均衡，昆泰还特意的采摘了一些鲜嫩的树叶，将其和木薯一起蒸熟，小家伙一定更加爱吃。半个多小时的等待，猪食的制作已经完成，混合上点山泉，让其尽快放凉的同时也能提升口感。然而总是会被雾气笼罩着的天气，并不能将木薯碎末晾晒干燥，昆泰还要另想他法，拿上柴刀，自己要劈砍上几根毛竹来编织出一个类似于簸箕一样的东西进行炭火的烘烤。然而好运到了，真的是挡也挡不住。就在昆泰刚刚到达毛竹的旁边时，一根身长超过2米的辣条却刚好在此休息。这又是一顿送上门的美食。简单的博弈，小家伙也是被昆泰轻松的擒住，先让其缠绕在自己的臂膀上。昆泰还要挑选一根材质好的材料，再次的回到农庄，将毛竹分解成大小相同的竹片，取用外层韧性最好的竹皮，由它们编织而出的东西拥有良好承重的同时，也能使用的更加持久。持续了近2个小时的十字编织，方便于盛放和熏制的簸箕就已完成。虽然外形看上去并不是很精致，但是实用性的功能却是一点都不差。不过就在昆泰想要清理干净周边的时候，小野猪却是从旁边屁颠屁颠的跑了过来。看来小家伙一定是闻到了已经制作好了的猪食的香味，只不过昆泰的存在让他还是不敢直接的走向美食。然而就在昆泰转身离开的片刻，小野猪却是直接的将自己的铁锅当成了猪食槽。这一波成功的偷家行为并没有让昆泰感觉到生气，端起铁锅，他要让小家伙养成在猪圈中进食的习惯，紧紧的跟在身后。美食的诱惑已经让小野猪被完全的驯化，被蒸煮过的木薯更加的美味，小家伙吃得很香。昆泰也是再次的尝试了抚摸，虽然前2次依然还是有一点点的抗拒，但是经过几次的坚持后，小野猪也已完全的接受，而这也就意味着小家伙已经完全的认可昆泰。接着再取上点木薯屑，
经过晾晒的颗粒更加的有利于原鸡的进食。所有的牲畜都已喂完，自己晚餐的制作也要赶紧的进行了。已经被处理好了的辣条切割成小段，捆绑上竹签，放于炭火旁的烘烤，只需半个小时的等待，正宗荒野烤串的香味就将充满整个农庄。大口的撕咬，一口肉来一口菜，如此田园般的宁静，你又是否也想拥有呢？精心制作的弩弓威力十足，原鸡也被锋利的箭雨穿刺而过。石块搭建的陷阱，前来躲雨的小松鼠也没能逃脱命运的终止。原始的热带雨林，孤身一人的独自生存，你又是否能够做到？新一天的来临，浓厚的雨雾覆盖住了整片的山林。昆泰正在给圈养的小野猪制作猪食，木薯配合着绿叶的蒸煮是目前小家伙最为喜爱的食物。它们在提供了充足营养的同时，也几乎省去了野猪需要咀嚼的环节，全部的倒入猪食槽。如此的分量只需等到临睡前再喂食上一次，即可保证小家伙正常的成长。当然，原鸡也是同样，晾晒至完全干燥的木薯碎渣，每天早上的重新更换就可让一整天的食物充足。牲畜都已喂完，昆泰也要去山林中寻找自己的充饥之物了。穿行于茂密的灌木丛，只有仔细的观察才能发现猎物留下的蛛丝马迹。一颗小的野果，昆泰也是随手就放进了嘴里。一个大的石块，稍微的观察一下四周后，昆泰觉得这里正是设置陷阱的好地方。茂密的灌木以及由石块所组成的通道，很可能会有野生的山鼠从此经过。切割上一节树干，在稍微精细的修整后，即可被制作成最为简单的触发装置。昆泰已经利用它捕获到足够多的食物了。3根树枝所组成的完美平衡，只要稍微的碰触到横梁，就可让石块跌落。最后，为了增加狩猎的成功率，昆泰也是特意的将野果散落在了周边，继续的前进。一处山体所形成的洞穴，黑暗潮湿的环境会有很多动物喜欢躲藏其中。昆泰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又在洞口的位置处设置出了同样的陷阱，并且像这种拥有较宽通道的地方，用树枝或者树叶遮挡住旁边空余而出的位置，也可以最大程度上诱使猎物只会从陷阱下经过。紧接着的昆泰又在周边设置上了3、4处，在如此全新的未知区域中，他们一定可以有所斩获。继续的寻找这只很小的隐藏于灌木丛中的溪流，说不定会有惊喜。你还真别说，一只体型绝对算得上巨物的山泉蟹刚好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能够拥有如此的个头并不常见。昆泰很是开心，然而小雨的不期而至却是让昆泰不得不放弃继续的搜寻。不过好在已经有了可以充饥的食物。再次的回到农庄，火堆的升起给了身体一丝温暖，直接的将山泉蟹放于火堆的上方，5分钟的烤制即可让其完全的成熟。原鸡蹲坐于鸡舍的横梁上，倾听着雨声，小野猪也在棚顶的遮蔽下安然无恙。山泉蟹已熟，热气腾腾的蟹肉虽然不是很多，但也至少可以缓解饥饿。虽然昆泰就只用了2、3口就已将其全部的吃完。随着新一天的来临，刚刚下过雨的森林依然潮湿，昆泰要赶紧的去查看昨日设置下的陷阱了。往往在下雨的这段时间内，自己的石块陷阱都一定会有收获。10多分钟的步行，第一处的陷阱已然被触发，竟然是一只体型还算不错的灵鸟。它一定是下雨的时候想要停留在石块下躲雨，才将陷阱触发，并且它在触发的一瞬间就想飞走，只可惜下半身却没能彻底的逃离。将陷阱重新的设置好，依然还在滑落的雨滴说不定会带来新的躲藏者。不过设置在洞穴入口的陷阱却依然完好，这有点出乎了昆泰的预料。虽然内心有点小小的失落，但是下一处陷阱的收获却是瞬间就弥补了心情上的落差。一只体型肥硕的松鼠，它也极有可能是因为躲雨的缘故而来到的陷阱之中。当然，这并不重要，3处陷阱就有2只猎物的收获才是最为幸运的地方。今天的自己终于可以好好的饱餐一顿。再次的回到农庄，烈火上烧掉体毛。都说宁吃飞禽3两，不吃走兽1斤。然而今天的昆泰却是飞禽和走兽全都一锅炖了，最后再加上点补充维生素的树叶，1个多小时的小火慢炖。虽然缺少了调味料的味觉刺激，但是原本的野味香气却也依然让昆泰吃得足够香甜。这才是野外生存所必须要具备的技能。随着第3日清晨的降临，昆泰又将小野猪放出了牢笼，自己制作猪食还需要时间。小家伙可以趁此机会自己觅食，背上竹筐，他要去采集一些喂食牲畜的材料。藤条上生长而出的树叶，特殊的灌木上的鲜嫩枝头，雨后枯木上生长而出菌菇，它细嫩的肉质可以当做自己的早餐。然而就在昆泰想要展示的时候，旁边的一处地面却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里是很明显被野鸡扒开觅食的痕迹，大小不一的范围，以及逐渐向山坡上蔓延的情况，这一切都说明了这里有野鸡的出没。自己必须设法抓住它，继续的前进。然而小野猪却是循着自己的味道跟随在了自己的身后。看来小家伙的心中已经认定了，只要这个2条腿走路的生物在，自己就一定会有好吃的东西。不过小编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像狗一样的猪，真不知道小家伙到底是聪明还是笨。昆泰来到了猪舍旁，小家伙也是紧随其后。芭蕉树干劈砍成小段，树叶也可以当做饭后甜点，剩余下的树叶再给原鸡也来上一点，它们也需要不同营养的补充。一切都已安排妥当，昆泰要想办法将那只留有痕迹的原鸡抓住，带上柴刀，山林中挑选材质较好的树干，他要制作一把用于狩猎的弩弓，材料已准备齐全。小野猪也是吃完了自己的早餐，再次的外出游玩。
撕扯下树皮，这是用于制作弓弦的材料。较粗的树干被截取出刚好的长度，它经过修整以后，可以成为既紧实又轻便的弓臂。半个多小时的持续劈砍，弩臂的造型已经确定，而这根较细且肉质稍软一些的就可以被制作成提供弹力的弓。所有的准备都已完成，利用柴刀在弩臂上开凿出贯穿的孔洞，将弓穿过。晾晒好的树皮经过揉搓编织后即可成为弓弦，最后再安装上用于扣动的扳机。2个多小时的持续操作，一个完全手工的狩猎弩弓就已完成。当然，箭羽的制作依然还是需要采用竹签，它足够轻便的同时也足够的坚硬。简单的试射，随着扳机的扣动，锋利的箭羽就已应声穿透进了几米开外的树根。从昆泰将其拔出所使用的力气来看，它的威力已经足够。然而看着容易磨损的箭头，昆泰又再次的拿着柴刀向着旁边走去。原来他是想用树胶来将箭头全然的包裹住，如此便可让其更加的有利于穿透并延长它的使用时间。正式的出发，弩弓的狩猎也表明了昆泰并不想要活的，他已经眼馋原机很久了。3个多小时的追寻，沿着被扒开的地面痕迹，昆泰在一处浓密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原机的踪迹。轻轻地设置好弓箭，随着扳机的扣动，原机惊恐的叫声也是紧随其后，迅速的向前。锋利的箭羽已经将其射穿，小家伙的命运也就将在此刻彻底的终结。再次的返回农庄，虽然此时的昆泰依然面无表情，但是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毕竟今天的自己又可以美美的大吃一顿，采挖上一点完全野生的姜黄。昆泰要制作自己最为拿手的姜汁烤鸡，原鸡已经处理干净，姜黄也全都去掉了外皮。先将姜黄尽数的捣碎，接着再用姜汁给鸡肉涂抹上鲜艳的黄色，穿上串，架上火。1个多小时的持续烤制，香气四溢的烤原鸡已经可以食用了。撕扯下大腿，大口的啃食，紧实的肉质才是最纯粹的享受。也想吃上一口的可以举手报名了。挖掘狩猎的深坑，丛林中发现的野猪蹄印，锋利的树干尖刺紧密地排列于陷阱的底部。而这样的一处陷阱，又是否可以成功的狩猎到野猪呢？新一天的来临，连续2日的降雨让山泉水所形成的瀑布异常活跃，原本的溪流也出现了水位的暴涨。昆泰正在寻找机会，如此大的水流和如此高的水位会将上游栖息的鱼种带到这里，突然的扑抓，只可惜水流太过湍急，想要在如此的环境中捕捉顺流而下的溪鱼，仅仅依靠徒手几乎不太可能。昆泰必须要寻找到适合的方式。回程的途中，潮湿的环境也让这种热带雨林所特有的大蜗牛爬出了自己的躲藏之处，它们的肉质鲜嫩，只需简单的烤制或者蒸煮就即可食用。昆泰捡拾了一些，扛上一颗毛竹，昆泰回到了自己的住所，先将鞋袜放于火堆的周边烘烤，再将蜗牛直接的放于炭火之中，劈砍开毛竹，自己要编织一个东南亚最受欢迎的捕鱼装置。精细的切割，再将毛竹全部的分解成竹片后，烤制的山蟹和大蜗牛就已成熟。虽然它们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只要有了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保障身体的机能。简单的早餐已经吃完，昆泰还要将竹片的竹皮一根根的取下，只有它才最适合编织。随着竹片左右间的纵横交错，整个装置的编织基底就已完成，两端向内的整齐衔接，一个圆筒的形状也就确定了整套装置的造型。接着只需竹皮一层层的向上垒加，逐渐的形成广角的形状后，最为传统的东南亚的捕鱼篓就已完成。最后再用剩余下的材料编织出一个方便于挎在腰间的装鱼器，如此有了这样一套的捕鱼神器，在宽阔的水域也都不再是问题。再次的来到溪流边，昆泰要非常仔细的寻找。清澈流动着的溪流几乎和鱼背的颜色相同，不过只要是发现了溪鱼的存在，只需快速的把鱼篓按压下去，即可将其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如此即便是再小的鱼都将会很容易抓取。昆泰一路沿着溪流向上搜寻，几乎每一次的出手都能捕捉到一条，并且体型都很不错。当然，这一切都是得益于连续的降雨。湍急的水流会将生活在上游宽阔水域中的溪鱼引流至此，它们会在沿途捕食的同时，也会产下鱼卵，并寻找下一处有积水的栖息地。2个多小时的连续捕捉，昆泰的小挎篓就已收获满满，而这些就已足够解决自己今日的食物问题。带着所有的收获，昆泰再次的返回了自己的农庄，先将所有的渔获倒出。泉水旁的开肠破肚，干净的鱼鳞不需要剔除，它们可以为身体提供多样的营养。采摘上一点新鲜的树叶，它们将会作为配菜和溪鱼一起蒸煮。昆泰也是选了2条最大的，将其穿于竹签之上，毕竟烤鱼的味道也同样不错。而剩余下的则是全都配合着树叶进行了鱼汤的熬制。半个小时的等待，浓香的烤鱼已经成熟，鲜嫩浓稠的鱼汤也已沸腾，一条一条的摆放于芭蕉叶上。即使是野外的环境中，也要讲究营养摄入的均衡。一口鱼肉一口菜，完全是在清凉的山泉水中长大的鱼肉格外的鲜甜。随着敲击声的再次响起，昆泰已迎来了全新的一天。之前储备的木薯已经全都喂食完，继续的切割上一些。小野猪的喂食每天都不能少，蒸煮的香气已经飘到了小家伙的鼻子里。爬上围栏，他在焦急的等待。终于是好了，每次的喂食已经让小家伙学会了摇尾巴。
轻轻的抚摸也已不像之前那样抗拒，继续的更换上原鸡的食物。晾晒干燥的木薯碎末已经所剩无几，自己还需要抽出时间重新的制作。一切都已忙完，昆泰再次的出发去寻找可利用的资源。崎岖的山路，浓密的灌木丛，在从未被开发过的原始山林中隐藏着很多机会。然而就在昆泰经过一处芭蕉树斜坡的时候，眼前的景象却是为自己提供了足以追踪到猎物的线索。一棵幼小的芭蕉树干已经被啃食，岩壁下的泥土也貌似有休息过的痕迹。一路的追踪，在倾斜的斜坡上，也是零散的分布着清晰的蹄印，种种的迹象都在表明此处有野猪的出没。昆泰尽量的小心翼翼，因为眼前的地面上的蹄印貌似显示了野猪刚刚才从这里经过。俯身的继续前行，旁边再次出现的被啃咬的植物已经让昆泰断定野猪此时一定就躲藏在附近。稍微的清理一下周边的杂草枯叶，昆泰决定就要在这里掏挖出一个用于狩猎的深坑。没有专业的工具，自己只能用被削尖的木棍代替。常年被枯叶堆积起来的土层较为松软，只有逐渐往下的时候才会比较艰难。然而从枯叶中窜出的一条不速之客却是着实的把昆泰吓了一跳。2个多小时的刨挖，先用树枝松动土层，接着再依靠着双手将碎土从坑中抛出，依靠着旁边堆积起来的土堆，如此的高度已经差不多了。当然，如果仅仅只是依靠这样的坑洞，根本不太可能将野猪抓住，所以昆泰还需要其他陷阱的辅助。劈砍上一些粗细刚好的树枝，自己要利用它们来制作出锋利的地刺，精细的削割，每一根的尖头都要保证足够的锋利，并且十足坚硬的树枝也要比毛竹更加的具有穿透力。一根一根的深插入坑底，10多根的数量就已布满了整个坑底。只要野猪跌落进了陷阱之中，尖刺的穿透以及密集的布置都将会让它无法十足的发力，如此也就可保证万无一失。当然，陷阱周边的伪装也同样重要，测量好距离，劈砍出刚好的长度，先在洞口搭建上用于铺设伪装的框架，接着再用完全干燥的芭蕉叶覆盖其上。昆泰用力地将每一片树叶揉碎，如此便可最大程度上隐藏住自己不一样的气味，并且十足柔软的铺垫也将会对野猪有着诱导性的作用。然而如此的陷阱又究竟是否可以捕捉到野猪呢？昆泰只能是慢慢的等待。转眼时间已过去了2天，随着雾气再次的笼罩了山林，昆泰已迎来了设置好陷阱的第3天。然而就在自己还在忙于制作基石的时候，一个异样的声音却是从远处传来，赶紧的奔跑，声音来自陷阱触发的地方。果然，陷阱上的缺口已经表明了有猎物掉落其中。扒开所有的伪装，一只并未成年的野猪已经陨灭于坑底，赶紧的将其从陷阱中拉出。小家伙的体型和自己圈养的那只差不多，接近40斤的体重，将会为自己提供到充足的食物储存。然而在这闷热潮湿的环境中，昆泰又究竟准备要如何处理这么多的野猪肉？